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微博之夜引发争议，李沁遭冷遇，愤然退场，连获奖感言都被剥夺。2025年1月11日，期待已久的2024年微博之夜终于在众人的瞩目下展开了。然而，现场的座次安排着实让人失望。李沁，这位在娱乐圈中拥有相当实力的演员，竟然被安排在了后排，甚至在气氛变得尴尬时愤然离场。难道这就是微博之夜的公正与公平吗？这一情景仿佛是冷酷无情的娱乐圈的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职场的名利游戏、热度的冷漠以及实力的无奈。你会问，难道真的就这么简单吗？李沁的遭遇只是他的个人问题，还是暴露了更深层次的行业潜规则？如果把这一事件放大，我们不妨思考，究竟在众星云集的娱乐行业中，为何实力与热度这对因果关系如此失衡？微博之夜中的冰山一角，在气氛热烈的红毯上，李沁身穿一袭精致的粉色羽毛长裙，气质优雅，像是刚从童话中走出来的公主。然而就在这样的光环下，她却遭遇到了让人惊愕的区别对待。李沁对这个活动十分重视，事先不仅准备了精美的着装，还全程保持微笑，尽心尽力地配合着活动流程。她显然对这次能够获奖感到无比自豪，可是主办方的态度却愈发让人失望。你有没有觉得，在这样的场合，本该拥有足够空间与时间的获奖者却被匆匆赶下台，仿佛只是在发放一个无关紧要的奖项？这种情况无疑让人感到愤怒与困惑。李沁的愤然离场，不正是在为自己争取公正吗？真实的潜规则和不合理的期待，微博之夜的座次安排是否体现了一种潜规则？很多网友在讨论这件事时表示，李沁的实力并不在于他的热度，而是在他的演技和态度。可事实却是，越来越多的活动开始以热度作为标准。我们不禁要问，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名利场中，实力是否仍有立足之地？想想看，在同样的行业里，许多优秀的演员都遭遇着和李沁类似的困境。即使是实力派，仍需靠流量撑起自己的名声。就像那句老话说得好，人以类聚，货以群分。倘若身边没有流量，就仿佛人被束缚在了一个幽暗的角落。我们是否能忍受这样的现实？还是应该反思我们所追逐的偶像体系到底存在怎样的根基？不单是李沁的困境，李沁的遭遇并非个案，而是许多优质演员的共同困境。事实上，娱乐圈的红与不红的屏障日益显现，除了实力之外，热度亦成为了流量明星们的护身符。没有热度的演员，哪怕技艺高超，也可能在活动上遭受这样的对待，成为墙角的花朵。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参加一个行业活动的时候，明明有一位在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前辈，却因为能引起广泛关注而被忽略。我们为行业的敏感性所苦恼，因为在这个时尚又热情的场合，流量明星总是会受到格外的关注。如何应对这种不公现象？面对这样的不公现象，作为外界的我们或许也能做些什么。首先，大家需要重新审视对演员的期待，认识到实力不应被遗忘。其次，艺人应当形成自己的发展规划，如重视作品而非热度，培养自身的多元化能力。对于给力的作品进行品牌推广，让实力在作品中绽放，以此带动热度。李沁正是这种情况下的完美典范。他凭借过硬的演技与诸多奖项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因此也需要在未来的路途上不要被短期的热度所迷失。娱乐圈的残酷与希望，李沁事件的意义还在于，它引导着我们更深刻地思考娱乐圈背后的众多落差与利益。
不得不承认，娱乐圈本就是一个名利场，强者恒强。热度的游戏也让实力的交锋显得更为复杂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不论是在台上被匆匆下台的李沁，还是在生活中拼搏努力的平凡人，他们都在形形色色的环境中不断努力，或许最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那份认可。高处并非只有孤影，亦有希望的光芒在等待。你觉得呢？在这个追捧热度的时代里，我们要如何保持自己的立场？李沁的遭遇是否也给了我们一些反思与启示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